关注大度，也白富。What's up？ 我是大度。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几乎每一天都会和小伙伴一起结伴去那种黑游戏厅，然后把早上舍不得的那个早饭钱，我们凑在一起，可以拼1个小时的 PS2。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玩像数码宝贝、真三国无双，还有 GTA 这一类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拉的游戏。每一次我们都要在那儿玩到老板催我们超时了，我们才肯离开。然后依依不舍离开的时候，旁边一桌大哥哥们，他们就在玩实况足球。每一次我经过他们，我就会很羡慕他们，然后就会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玩多久就玩多久啊？所以这个就成了我童年的梦想。现在我31岁了，我换过了10几台带独显的游戏本，其中也不乏一些高端的机器。梦想貌似是触手可及了，但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让这一堆独显都活出了和弦的模样。上一个月，突然我就开始思考，都长大了，也有能力去买小时候买不起的设备了，但是还是不能爽玩，那长大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猛捶自己的梦丸。21天前，这台微星 Cloud 8掌机锐龙版它就出现了。21天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而在这21天，我就养成了不带手机上大号的好习惯，取而代之的是带这台机。再加上我最近染上了哈迪斯这个游戏，时间就更过得是飞快了。我的下半身缺水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带手机的时候，双手经常像灌了花椒一样的麻，大家不要模仿我。其实这台机器并不是我的第一台掌机，我在2年多前就入手过友商的另外一台机器但那台机器几乎每分钟就掉1%的电，着实是让我感到非常的焦虑。最终那台机器落下了一个亏1500块钱挂海鲜市场的结局。所以这一次我就只认大电池，Cloud A8 80瓦时的电池，就算是放在笔记本里面也够打了。手动35瓦功耗，玩游戏坚持了125分钟，手动15瓦坚持了212分钟，3个半小时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比如像我出差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在交通工具上面的时间。我还测了一下它纯办公的续航，各种听歌、看视频、码字、上网，它总共坚持了423分钟。你没听错，掌机能和轻薄本的续航来掰手腕了。除了大电池的功劳，这颗 AMD 的 Z2 Extreme 处理器的高能耗比也立了大功。在静止状态下 ，APU 的功耗只需要3瓦，加上屏幕、内存、硬盘、主板等等待机功耗也只需要6瓦。烤机10分钟后的功耗稳定在35瓦，它的握柄和按键的温度都在30到35度左右，简直就是 Mac 级别的凉爽。在 PC 的范畴里面，它反而成了我最凉快的设备。R23 测试 CPU 单核1951分，多核14644分，就约等于一台轻薄本的 CPU 性能了。显卡我测试的 MSI 跑了3605分，对比我游戏本动不动就2万的分数，显得非常的弱鸡因为在我以前的认知里面，必须要4K 拉满画质才是正儿八经的玩游戏。但是用它的这21天过后，反转了，掌机玩游戏的体验比笔记本真的好太多了。我平时要玩的黑神话、2077、地平线5都放在了1200P 的最低特效去玩，但是我很少会对画质有所抱怨，反而因为这个屏幕离我很近，加上这个2×2瓦的扬声器，效果还行它会比笔记本更容易让我沉入游戏。帧率表现除了显卡杀手2077以外，都可以跑到60帧以上，开了真生成以后，全部都可以跑到70-80帧，会流畅不少。所以适当把画质拉高一点，让帧数稳定在60帧是我的甜蜜点。玩不怎么竞技的3A 大作，我建议大家都这么设置。放到15瓦的功耗以后，除了2077以外，这些游戏都能够跑到60帧以上。另外，我平时要玩的 CS2、哈迪斯、撸啊撸的画质和帧率，在35瓦和15瓦的表现，我都放在表里，就不过多赘述了。总的来说，它搭载的这个 Z2 Extreme 在游戏的性能上以及续航上面，足够让我这个中年男孩对于那种游戏本释怀了。而且也是因为它的单核性能还不错，多核也能和一些轻薄本打平，直接用它办公、上网、轻度剪辑、PS 啥的也不是不行。甚至我还计划把这一堆笔记本的视频拍完以后全部卖掉，就只剩一台 Mac 来工作视频，而掌机就用来应付一些只有在 Windows 平台上才可以运行的程序，比如说像我们的企业网银这些。24G 内存分了8G 给显存以后，剩余的16G 去进行办公这些轻负载使用是妥妥的够的。而且它满载的风扇噪音也极其的安静，38分贝，快要和环境音没啥区别了，拿来办公非常的优雅。给你们感受一下比笔记本安静多少。
掌机的形态就注定了它不会让我有任何想拿它工作的邪念。接近800克的重量，基本等于一块游戏本的适配器，对比游戏本动不动就7、8斤的旅行重量，从容很多。这台机器8寸的尺寸会比较挑包，但还好啊，我上次在兄弟婚礼抽到的小挎包，刚好可以完美的放下它，再放个 Pocket 3，就是自媒体人休闲时的完美着装了。它的手柄的手感和正儿八经的 Xbox 的手柄，我个人觉得除了重量以外，真的用不出啥太大区别。下半部分的斜切角增大了手掌和握柄的贴合面积，手是自然的握着的，而不是用力抓着设备。电池的位置比较靠下，让重心的分布很均匀，不会头重脚轻，让手受不了。我这一次还专门选了一个骚绿的配色，因为我总感觉绿色电子设备挺赛博朋克的，能够减轻设备的工具感。唯一有一个小槽点啊，就是它的下方虽然是纯平的，但是它其实是很难在桌面上立住的。我希望下一代啊，它可以在背后设计一个可以掰起来的小支架，这样子放着，对吧？不管是我平时吃个外卖的时候，看一下视频啥的，也会优雅很多。Claw A8的屏幕上左右边框控制的都还不错，下巴略宽，参数我打在旁边就不细说了，在掌机里面妥妥的第一梯队。屏幕在直面参数，特别是分辨率上，看似是比不过笔记本电脑的，但是因为它1200P 的分辨率只放在了这块8寸的面积内，让它的像素密度达到了283，接近了苹果宣传的视网膜级别。而 2.5K 的16寸笔记本像素密度只有188左右，所以肉眼看来，掌机的画面在细腻程度上其实会更好，而且刚好能撑住先前1200P 的游戏测试。这段时间我用这台 Claw A8 最大的感悟就是画质真的不重要。我是那种就是看剧必须熬夜一次性看完的人，也是打游戏的时候必须要连续干到大结局才肯把机器放下的人。但是在我之前的游戏本上面，我很难在一台机器上用很久啊。掌机并不能输出和独显一样的那种高质量的华丽的画面，但是在这21天，我真的每一天都在想，外卖还没到吗？开一把。大号要夺门而出了，开它一把。婷姐没注意到我闲着，再开一把。逐渐从沉迷到沉沦，开着就忘了我还有一堆视频没做，健身也搁置了，吉他也不练了。我其实是很幸运的，就是我现在可以实现想玩多久就玩多久的小时候的梦想。但是我其实貌似玩的有点太久了。我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集中用掌机，我也是第一次用微星的掌机。没想到它的完成度其实还挺高的，是一个趁手的机器。ZR Extreme 的性能应该可以坚挺很久了，但是我的确是不能再像前阵子那样每天在沉迷在游戏里面了。不过等我闲下来的第一时间，你要问我想玩谁，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拿起它。其实我在2年前也做过一期掌机的开箱视频，但是呢，这一期其实才是我正儿八经的深度的体验了掌机以后做的关于它的评测。这期视频会比较主观，也会比较感性。如果你觉得我拍的还可以的话，那请麻烦各位对这个视频点个赞、3个连，顺便关注我一波，这样子我就会被更多的人看到。OK，Thanks bro，Peace。